方法去记忆身边的画面。好在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分区，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对着同一块区域一遍又一遍重复观察，直到4分钟彻底结束。在叮铃的响声里，考官比出了一个请的姿势，我们只能悻悻走出房门。走出茶水间后，考官命令我们自行分组，12人都选择了找曾经同组的伙伴。所有人待定后，考官把第一组人重新领进了茶水间，我们9人则在屋外静静等待。足足等了5分多钟，茶水间的门才终于再次打开，可出来的却只有考官一个人。下一组，所有人都变紧张了。紧接着第2组也被考官带进了屋内，同样的5分钟，同样的等待，走出来的依然只有孤零零一个人。这里面是吃人的魔窟吗？出人意料的是，第3组竟没有重蹈前2组的覆辙，他们仅仅用了3分半的时间，就从茶水间里活着出来了。即使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讶和后怕，也无疑给了我们不小的信心。这一关虽难，但绝不是无解的死结。随后考官示意轮到我们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我们一同走进了茶水间。一眼望去，熟悉的布局，熟悉的摆设，熟悉的器具。接下来你们有2分钟时间观察现在的茶水间，寻找出唯一的变化，或者说不同点。2分钟结束后，我会通知你们来门口集合。后续的时间里，你们每人有1分钟的时间，指出自己认为的不同点。答对则全员晋级，答错失去机会。3人全都答错，你们就可以把血肉都留在这里了。看着一旁早已开始流逝的倒计时，我不禁暗骂，又是同样的招数，这个考官真是擅长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回到茶水间右侧区域，我开始寻找记忆中的每个细微元素。从整体上看，压根看不出2次进入的茶水间有任何区别，所以真正的谜底肯定藏在肉眼难辨的地方。2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最终带着一份白卷走向了门口。即将汇合时，我悄悄凑到青青小美的身边，我这边没有任何发现，我负责的区域也和之前完全一致。听完我们俩的话，小美愣住了，她瞪大眼睛，可是我那边也和之前完全相同。完了，3个人没有一人找出答案。耳畔传来一声细细的轻语：1分钟倒计时，你先说。他指了指我的方向，看着他戏谑的笑容，我的脑袋一阵发懵。说什么？怎么说？我什么都没找到啊！接下来的1分钟，我陷入了一片茫然，直到1分钟倒计时结束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随便指着一杯水，水杯里的气泡和上字的不一样。考官闻言哈哈大笑，错了，重新开始倒计时。他指了指青青，轮到你了。漫长的等待了1分钟，他最终和我一样，随便指了个地方。考官的嘲笑声再次响起，哈哈哈，下一个。小美成了我们最后的希望，小美则眯起眼，眼神不停上调，似乎在做最后的挣扎。而我和青青心脏更是几乎都蹦到了嗓子眼。眼看倒计时即将归零，小美微微一笑，我想我已经发现了2次茶水间真正的变化所在。我和青青难以置信地看着小美，不得不说，这一关的谜底藏得非常好，因为真正的答案其实在考官你的身上，你脚上鞋的颜色变了。听到这个答案，考官本来还得意